1993年，汪红的哥哥路过报摊，偶然间看到了一张电影海报，他顿时是大惊失色，立即就买下了那份报纸冲回了家去。是我哥哥走过报摊，看见有一个，这个很熟这是谁？好像再买来看，是我妹，然后拿回家给爸爸妈妈看。半个小时之后呢，汪红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那边呢是父亲的怒吼和母亲的哭声。上世纪90年代的港娱简直就是神仙打架的修罗场啊！而那个黄金时代，亚姐和港姐的选美呢，就是普通女孩一步登天的最快的捷径。但是有这么一个女人，她本不用走这条路，她出身学霸世家，本该是天之骄女，却偏偏跑去选了美，还为了红呢，一头扎进了大尺度片的浑水里。翁虹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路呢？1968年这个翁虹呢，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显赫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爷爷呢是晚清汉阳兵工厂的知名设计师，父母呢更是双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这书香门第的配置简直就是顶配开局。然而呢，他这个学霸家的女儿呢，骨子里却长着一个反骨，她不爱读书，偏爱跳舞。13岁那年，她为了能够去这个北京学舞蹈不惜和父母硬刚。她的学霸母亲呢，对她的教育那是极其的严格，要求她考试呢名次不能低于校级的前3。在父母看来，跳舞这种不务正业的爱好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为了办正女儿，他们甚至把她送到了内蒙古的大国家去体验生活，想让她呢知难而退。结果呢，这位姐在草原上不仅没退，反而是因为伙食太好了，1年之内从一个纤细的少女吃成了一个130斤的小胖墩儿。那父母见到她的时候，那表情估计是相当的魔幻。没辙了，那父母只好松口了，把她送去了北京去学舞蹈。在高强度的训练之下呢，她又奇迹般的收回到了美少女的形态，并考入了香港演艺学院。那时候她呢和同样怀揣着舞蹈梦的黎姿呢成了好闺蜜两人还拉钩约定将来呢要当好这个舞蹈家。但是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就在她以为自己要起飞的时候呢，一次训练过度导致她的腰部严重扭伤，舞蹈家的梦想那是戛然而止。这份打击呢对她而言呢是毁灭性的，她唯一的叛逆出口被堵死了。就在她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转机来了。1989年的亚洲小姐选美比赛来学校挑人，这翁虹呢凭着那张洋娃娃般的脸蛋和完美的舞蹈功底被一眼相中。那年呢21岁，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藤届的万绮雯吴永威一举拿下了亚姐的总冠军。顶着冠军光环出道亚视自然是把她当亲闺女一样捧。但在当时的香港娱乐圈呢，美貌是最不稀缺的资源虽然说是戏约不断但却始终是不温不火，眼看就要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了。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了前辈叶玉卿的成功之路，于是这个翁虹这个乖乖女呢，做出她人生中最大胆也是最离经叛道的豪赌，她要脱。1993年呢，这个翁虹呢接拍了她第一部大尺度电影，这部电影呢让她是一战成名，也让她呢和她那个学霸的家庭那是彻底决裂。那段时间呢，她被父母赶出了家门，孤立无援，她一度想要自杀，但她呢终究是那个为了学跳舞就敢对抗全家人的倔强女孩。她既然赌了，就必须得赌到底。她忽略了成功不可复制的道理她以为这个叶玉卿能够穿回衣服，她也一定能。于是呢，她找到了这个王晶，两人合作的10大酷刑尺度之大，令人啧舌。这部戏确实让她名扬四海了，但也让她这个艳星的标签呢，像是502胶水一样死死的粘在了她的身上，再也撕不下来。在事业上赌输了的翁虹呢，开始拼了命的想在这个婚姻里呢找回安全感。2003年呢，在一次聚会上，她认识了美国大西洋赌场的副总裁吴伟杰，两人呢相识了仅8个月就闪婚了。这婚后呢，她试图退出娱乐圈去做全职太太，结果呢，这段婚姻带给她的不是救赎，而是更深的羞辱。这位豪门丈夫呢，非但没有体谅她的过去反而是以此为把柄，时时刻刻的去羞辱她，怀疑她不忠。在两人无休止的争吵中呢，吴伟杰最终呢将她赶出了家门，并且要求她呢退还所有当时结婚时的礼物。这场仅仅维持了2年的豪门婚姻呢，让翁虹暴瘦了26斤，身心俱疲再次净身出户。在经历了亲情和爱情的双重背叛之后呢，翁虹的人生似乎已经跌到了谷底。2007年呢，39岁的翁虹遇到了她的现任丈夫刘冠廷。这个刘冠廷呢不是什么豪门巨富他只是一名专业的健身管理师但他呢给了翁虹那2样他最缺失的东西：尊重和支持。他完全接纳了她的过去，不在乎她艳星的标签，他更是全力支持她的事业，鼓励她重新站起来。两人低调结婚，生下了可爱的女儿小水星。如今的翁虹呢，虽然说早已不复当年的巅峰人气但她呢却活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弛感和幸福感。所以呢，咱们最后呢得用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来总结一下翁虹的这场过山车般的人生。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呢叫做补偿心理，意思就是当这个个体在某个领域比如这个原生家庭的严格管教感到这个缺失或者是压抑的时候呢，他会
不自觉的在另一个领域呢寻求超额的补偿。这翁虹的悲剧呢，其实就是一种补偿心理啊。他从小被严格要求，这份压抑呢，让他骨子里的叛逆无处释放。直到他遇到刘冠廷，一个平凡的能够接纳他所有不完美的男人，在那一刻呢，他才终于停止了那场与自己与原生家庭的战争。他不再需要用叛逆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也不再需要用豪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终于和那个曾经倔强、偏执也伤痕累累的自己和解了。翁虹呢，用自己那高开低走又触底反弹的前半生呢，告诉了所有的女孩，美貌是捷径，也可能是巨坑。而一个女人真正的救赎呢，从来就不是脱或者是嫁，而在经历了所有的背叛和羞辱之后呢，依旧有勇气去爱、去相信、去成为那个真正接纳自己的平凡而幸福的人。